苏晨，如今你我已经不是一路人，我可是天蓝宗的弟子，你知道天蓝宗是什么地方？来了来了，这狗血又熟悉的感觉。那是你一辈子都去不了的地方。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李清月，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谁说这退婚不好啊？这退婚可太棒了！这苏晨该不会是被刺激傻了吧？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我呸！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东西。我们走，别在傻子身上浪费时间。刚穿过来就遇上退婚流，这主角舍我其谁啊？奇怪，难不成需要什么特定的触发条件？总不能真要等30年吧？不是吧？这都3个月了，别搞啊！狠话都放了，以后遇到李清月难道要绕着走？我不要面子的吗？这他妈不会是提前有苏醒的大反派，把我金手指给顺了吧？一个女人就让你堕落至此，3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从今天开始，我苏家不会再在你身上花费一点资源。放心吧，好哥哥，以后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洗。安安心心当你的废物吧。我才不留在这里让你们搓磨，都给老子等着！30年河东。30河东，有没有搞错？我卦呢？难道我的卦是多子多福？莫欺中年穷，金手指，我来了！莫欺老年穷，气到了！苏老狗，你该庆幸你的儿子和女儿在这几个长老拼死守护，才让你苏家跑了几个孬种。逃生路线只有我苏家知道，许家如何得知？有内鬼呀！哎，这是什么地方啊？该不会金手指现在来了吧？第一是，你年少轻狂，犯下许多错事。虽然身死，逆水城内依旧流传着你的传说。系统评价：白色3星，请选择你的逆命点分配，进入第2室。哎呀，我就知道，贼老天绝对不可能拿我当小日子整。我的金手指啊，你可算来了！从今往后，我就是命运的操盘手，天骄见我绕道走，资源美女全都有。这一世，你名唤江辰，年17，距灵境，北风城城主之子。我操！我都做好废柴逆袭的准备了，上来就是官2代，牛啊！少爷，时辰已到，老爷喊您快些准备，莫要耽误吉时。知道了。根据原主记忆，这一世我17岁就突破绝灵境，放在天才云集的凌云五府也是凤毛麟角。江家在酒楼摆下宴席，庆贺我迈入凌云五府的内门。说起来，我那个便宜师傅比我亲爹的境界还高上4重。
免费得了个大靠山，真好啊！江晨，你这酒量，早知道就让你去小孩那桌了。你懂个屁呀！我这叫杯里养点鱼，年年都有余。许生，你许家杀我儿女，屠我门人，这一世一定要你们尝尝酒足消消乐的滋味。哟，许家这小鸡仔又出来溜达了啊！小鸡仔？哼，这许家屠了苏家，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可不就是小鸡仔？得亏兄弟你牛逼，不然咱们在吴府里还得看人家脸色。嘿，瞧你这脸色，红的都能唱关公了，还跟我装？走走走，请酒去。你们是什么人？要你命的人！那也得看有没有这个本事。还凌文境高手，坑钱玩意儿！幸好我警惕悄悄跟了过来，否则又让你小子走了狗屎运。江辰，是你，我与你无冤无仇。无冤无仇？江辰不会这般行事。你不是江辰，你是谁？杀我苏家上下100余口，这就不认识了？你是苏家后人？答错了，再猜。你是陆晨。答对了，奖励18层地狱，层层欢迎你。好贱，好贱啊！不会夸就把狗嘴闭上。我刚才听了个好消息，以后啊，咱们在凌云吴府可以横着走了。啊？此话怎讲？昨晚许生那个小鸡仔死了，现场还有3具尸体，吴府的人判定为仇杀，据说尸体头都砍了。吴府里有人说是苏家的冤魂索命。许生死了，许家那边怎么说？你是不知道，许爸那条老狗气得都要跳墙了。他们做的亏心事海了去了，根本不敢声张。江辰，你爹喊你回家吃饭。天知，我有一孙女，名唤白露，长期在灵剑派修炼，今天刚刚返回北风城。仙知可否带着白露在北风城玩几天？果然啊，不管在哪个世界都免不了被相亲，就算是主角也逃不掉。笑得这么开心啊！看来那姑娘定然貌若天仙，且天资卓越，这我可得好好瞧瞧。美则美矣，可惜一马平川无山峰，风平浪静无波涛啊！江辰，天风王国10年一度的大比即将开始，吴府也对你寄予厚望，你可要为我们江家挣一个好名次啊！不去。唉，可惜了。听说那天蓝宗的天骄南宫梦也会参加。此女乃是李清月的高徒，还未参赛就已经位列热度榜前10，各大赌坊都已开场。父亲说的有理，家族荣誉高于一切，孩儿一定不负众望，拿下魁首。好，好，好，这才是我的儿子。李清月，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此番比试，我们就在此处下榻。
大家放下行李之后，可以四处游玩，切记不可惹是生非。是，长老。嘉诚哥哥，哎，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说好一起单身，居然私自脱单。听说你们灵剑派此番走的水路，没想到竟然和我们同时到达，说明我们有缘。你就是江辰，我要向你发出挑战，只要你输了，就离王师妹远一点。这他妈哪来的中二病傻缺啊！你是不是男人？有种就来一场男人间堂堂正正的对决。我输了，从此消失在王师妹的视线中；你输了，就和王师妹解除婚约。我是不是男人与此事无关，你要比武，我自会应下，但是我不会以白鹿为赌注，她不是物品，是我未来的妻子。哼，不敢就不敢，装什么高尚？王师妹真是眼瞎，看上你这么个没卵蛋的孬种。不想比也行，只要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再学3声狗叫，我就放你一马。欺人太甚！哎，这不太公平嘛！你输了只需要避而不见，而我却需要当众出手。你这是明摆了欺负人啊！就欺负你怎么着？谁让你不要脸觊觎王师妹啊？要不是有少城主这层皮，给我提鞋我都嫌手脏。好厉害呀！哎，这招有灵文境第8层了吧？有什么厉害的呀？虚招而已，一点屁用都没有。师兄，你裤裆开了。不许笑，都不许笑！江辰，你一剑成名了，灵剑派上下现在对你无不佩服，各派很多人都去了赌坊，压你是这次武道大会的黑马。哼，包括天蓝宗。那没有，天蓝宗那帮庄货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尤其那个李清月，连宗主都不放在眼里。李清月啊，这么多年了，你还真是一点没变。什么情况？这么快就有人要对你动手了吗？天蓝宗的来了！我去，天蓝宗居然有人秘密邀约，该不会是李清月为他徒儿出手，要提前将你灭口吧？别来无恙啊，李清月。李长老的摘叶飞花软绵无力，看来天蓝宗也不过如此。想见我师傅，你恐怕还不够格。哼，我倒是李清月惜才，不成想是放狗咬人。哪有狗啊？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哼，对我不敬，那就是对我师傅不敬；对我师傅不敬，那就是对天蓝宗不敬。我打死你，就是为宗门除害。回去告诉李清月，想要我的命，就来武道大比上拿。哼，怂货！江辰，武道大会我必须要你站着进去，爬着出来。我说少城主，您老人家怎么才来啊？瞧你这样子，我们输得很惨。输得很惨，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没赢过。哼，哪家的这么不给面啊？还能是哪家？天蓝宗呗。哦，天蓝宗啊！凌云五府江辰，请赐教。哼，凌云五府是没有人了吗？居然派一个关系户上来！赵城主还是回家继承家业吧，别把钱都花在医药费上。速度怎么会？本少爷就喜欢把钱花在医药费上。可恶！哎，赢一场而已，不过是跳梁小丑。你下来。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啊？凭什么？昨天在小树林儿，你可没这么冷淡。什么小树林？江辰，你找死！
什么？孟仙子和江辰钻小树林？没想到孟仙子私下这么开放。我的女神！我先打烂你的嘴！南宫梦不愧是天蓝宗的天骄，这实力和刚才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怎么，你们天蓝宗企图私下杀害参赛选手，敢做不敢认吗？少废话，开招！苏晨，如今你我已经不是一路人，我可是天蓝宗的弟子。不能就这么倒下！浑身都疼，身子好像要散架了。陈哥哥，你终于醒了。女人果然是水做的。我已经没事了，我已经醒了。我和天蓝宗南宫梦一战，最后是谁赢了？那当然是江师弟你赢了。现在王都内部都在流传着江师弟赢的传说，那南宫梦可是前3的热门选手，却败给了江师弟，无缘前10啊！江师弟的武道精神值得敬佩，这才是武道的样子，勇往直前，不畏生死，让人热血沸腾。哎呀，狗屁的武道精神啊，那是男人的尊严。要不是因为南宫梦是李清月引以为傲的弟子，我才不拼命呢。江辰，你实在是太牛了！南宫梦可是年轻一辈10大美女中的梦仙子，居然被你打哭着认输。有这么一回事吗？一个天骄要是这么被打哭，实在是太过于天方夜谭。我这个当事人咋不知道南宫梦被打哭了呢？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南宫梦也是武道天骄，不至于被打哭吧？现在大街小巷都在谈及这个事情，现在有着不少势力的年轻军阶准备联合起来找你麻烦。你伤势要是没恢复，我建议你还是躲着点好。别让我知道哪个混蛋在这造谣，否则定要将他吊起来，狠狠的赏几个鞭子。江辰，我们凌云武府这次武道大比终于出了个前10啊！穆长老，你可以轻一点的。其实我是来给江辰送丹药的。没办法，已经连续5次武道大比没人进入前10了，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江辰，要是就这么废了，学院里的老家伙肯定会扒了我的皮呀！3片丹药，10几万金币呢呀！这3品丹药完全和神丹一样啊！天风王都的赏赐也还算丰厚，一次灵池修炼3天，1枚青色的灵纹，还有一个玄阶下品的武器。哼，如今我也来到了巨灵8重。江辰，我要挑战你！江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是不是男人，跟我答不答应你的挑战有什么关系啊？看着冷冷清清的，居然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母老虎。小丫头，你还是等着踏入灵魂境再来挑战哥吧。混蛋，江辰，你这个混蛋！不知道哪个狗东西越传越离谱，从一开始擂台上打哭南宫梦，到最后南宫梦被我始乱终弃，真尼玛版本无数啊！要是让我找到了幕后造谣的宰主，定然要将他吊起来，好好的用皮鞭抽一顿。如今修为卡在了聚气9重，有着武道大会上王宫发放的灵纹，也还需要1、2年才能跨入灵魂境。同时代前10的天骄，除了我，都已经尽数踏入灵魂境。唉，
我的天资终究还是不如那些人啊！就连当初被我轻易击败的南宫梦，听说也在数个月前踏入灵文境，还是有着蓝色灵纹。天风王国内有着蓝色灵纹的人屈指可数。小丫头，你还是等着踏入灵文境再来挑战哥吧。哎呀，当时不过是随口的装逼话，感觉很应景罢了。南宫梦应当不会将那句话当真了吧？明天就是和白露的大婚之日，别搞我呀！往哪儿跑？真他妈怕什么来什么！南宫姑娘，好久不见啊！南宫姑娘，明天就是江某大婚之日，江某邀请南宫姑娘前来一观，还请南宫姑娘赏脸啊！江晨，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说过什么？南宫姑娘，江某当初说过什么话，值得南宫姑娘你念念不忘啊？真是不要脸！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想要蒙混过去吗？江晨，我要挑战你，不接受挑战，我就阉了你！尼玛，小娘皮子，本少还怕了你不成？哎呀！这字，我家大皇上去乱爬，爬出来的轨迹都比这个好看。一顿皮肉之苦，换来一枚3品丹药，似乎还挺值的。哎，晨儿，你身上怎么多了这么多伤势？不小心摔的。啊？摔的怎么还会有拳头的印记？路上遇到一位前辈需要陪练实验新的功法，给了我一枚3品丹药。被打一顿，受点皮外伤，就能够获得一枚3品丹药，这样的前辈我怎么从没有遇到过啊？不过你挨的这一顿打很值啊，要是多遇到几次就好了。凌云五府曾经的天骄江向阳，五府的副院长。竟然还有天剑山当年名极一时的青年才俊，曾在问道大会名列前10的天骄，其中不乏身世显赫，连我都要仰望的存在。他们竟然对晨儿如此客气。菜鸡。应该是错觉吧，夫君。这就是灵文境的力量吗？前世一辈子都没有突破灵文境，没有功法，没有灵文，今生仅仅是23岁就突破到了灵文境。许家，不。灵文境一重贸然动手，要是被许家的老家伙拖住，恐怕会让许家跑掉许多人。我要的是整个许家上下鸡犬不留。去，一个不留。阁下何人？为什么要对我许家出手？许长远，哼，你爹留的账该清了。下去告诉你老子，我苏晨睚眦必报，下辈子别他妈沾边！快，杀了这个贼子！来人，快来人！给我杀！
我只要许家一个机缘，许家其余的物品，家主自便吧。原来是你。像，实在是太像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帮故友讨债的恶鬼罢了。背叛的代价只有死。看来我没有杀错人。杀！我要杀了你！阁下到底和我许家何仇何怨？竟连孩提都不放过！灵海传承在哪里？说出来，我也许还能放过手上的这个家伙一条性命，给你许家留下点香火。阁下可否立下誓言？若是老夫将灵海传承交出来，阁下所说的话要作数。我只为灵海传承而来，得到了灵海传承，给你许家留点活口也并无不可。若有违背，武道当止步于此。这便是我许家的灵海传承。你苏陈老祖的苏家，你还记得否？当时你灭苏家的时候，可曾考虑到老幼？如今不过是有人来讨债罢了。原来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放过我许家，你不得好死！你违背武道誓言，你终将会被万鬼噬体！我许家上下会在黄泉路上赶着你！我不会下黄泉，就算你在黄泉路上等到黄泉水干涸，也等不到我。苏雪荷，苏家就交给你了，你可不能再步了我和许家的后尘啊！恩怨断，前尘了，我要好好去过今世的生活，去看一看那武道更高的地方。那位前辈应该得到了他想要的物品了，只是为什么那背影和记忆中那个人离开苏家的样子有些重叠？应该是错觉吧。陈哥，你看到了吗？雪荷终于为你报仇了。陈哥，是我年少不懂事，嫉妒父亲宠爱你，嫉妒苏家所有人都喜欢你。但是我真不是故意抢夺你位置，真不是想要逼迫你离开家族。陈哥，你不知道，那3年你了无音讯，我娘她真的很需要千年雪莲丹救命，我找他们要，他们不给，我只有成为第1顺位继承人，才有资格救我娘。陈哥，你离开家族后，我整整找了你60年。当我知道你消息的那一天，我害怕你不肯见我，很害怕你还记恨着我。你愿意见我那一天，是我自从我娘亲死后最开心的一天。哥，是雪荷错了，是雪荷害得你死去，害你一生寡欢呐！爹，
我想吃西街的桂花糖。自从覆灭许家后，凌云五府投资的资源已经消耗完了，我的修为提升越来越慢。4年过去了，修为也不过是堪堪突破灵文4重。许家得到的传承已经被我破解1/4，可惜不是灵海境强者留下的传承，而是一个名叫通灵王李震的强者留下的传承，并且只有上篇。也不知道许家哪来的狗屎运，要是再给他们数年，我这辈子是别想复仇了。凭借通灵王的传承，哪怕只是1/3，许家注定能够混得风生水起。好一个谨慎的许家，好一个许八，好一个许昌直。难怪许生死后，许家都没有大肆调查和宣扬，反倒直接压了下来。这天大的秘密，要不是我这个转生之人，还真能让许家崛起。幸好我打着闭关的借口，偷偷摸摸地破解通灵王留下的传承，出关就挖个坑埋了。要是被其他人知道我手上有着一个通玄境传承，这一世的江家恐怕和许家下场差不到哪里去。夫君最近可是有着什么心事？南边又起了战事，苍蓝王国进攻天风王国，已经接连攻下数个城池。这小子今天开窍了，居然开始关心起来家国大事。夫君是对于王室提出的资源要求心动了吧？这一次对于战功卓越者还有着爵位，我想参军。夫君想要做的事情，那就去做吧。夫君莫不是以为白鹿会阻拦你？夫君莫不是忘了，我王白鹿可是出自灵剑派。江晨，哟，这不是李大家主吗？7年不见，日子过得不错呀。哎呀，快别提了，我那脑子抽风的爹将李家交给我，自己跑去逍遥。还有那几个哥哥姐姐，没有一个愿意接管家族。陈哥，我真的好怀念当初在吴府的那段时光，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们喝喝酒，吃吃饭，无忧无虑，累了就去逛逛。我去，我抽你丫的！抽时间记得回家，家里还有嫂子在等你呢。好险，差点就性命不保了。陈哥，你一定要扬名立万。这家伙主持李家中饱私囊的钱财，恐怕全部买了这5枚丹药。好兄弟，苟富贵不相忘。若是我成兵马大元帅，你就是我的冲天大将军。江晨，你这个混蛋！幸得玄甲军主将赏识，我一路扶摇直上，战场上斩敌无数，短短30年便获得封赏无数，更是加官进爵，被封为伯爵。我时常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刽子手？步入战场之后才发现，前世我在佣兵团的打闹，自以为是的心狠手辣，在真正的战场上完全是个笑话。所以我的心更狠了。我能一路上开挂般的扶摇直上，不是因为我很牛逼，而是因为看中我的主帅很牛逼。前些时日，玄甲军主帅遭遇刺杀，命悬一线，说是还有救，但是我明白他的性格，要不是凉透了，岂能让一些阉党在这瞎结而指挥？一个灵海9重的强者被人在营地内刺杀，没点猫腻，这谁信啊？林帅，来世若我孤身一人，定会为你查明真相，帮你报仇。江晨，曹公公，这么晚了，还有何事？咱家给你谋了个好差事。什么好差事？还要劳烦曹公公亲自来送。江晨，你这是什么态度？还不跪下听诏？哼，一帮残害忠良的奸佞，除掉林帅，大概率是想将我调到边境，好将军队控制住。老子即便要走，也要让你们这帮没种的烟火尝尝苦头。江晨，你敢违抗？江晨，没了林帅，你就是那地上的臭虫，敢这么对待咱家，我让你不需要礼让。
江辰，你要造反吗？公公这是哪儿的话呀？圣上的诏令我哪敢不接？倒是公公你给个诏令而已，何必行此大礼？江辰，你死定了！我要回去参你，让圣上诛你9族！哼，哎呀，我都忘了我还有9族，不像公公你死了，坟头草都没人除。江将军，我们反了吧？是啊，阉党当道，何不揭竿而起？把你们那些破杆子收收吧，阉党自有天收。何况我们几个凌文静的臭皮匠，随便来个林海静，统统收拾了。将军，您去哪？曹公公怎么办？本将军去边境保家卫国，那个阉人就去山里喂狼。没过多久，那群阉党果然节节败退，差点让苍兰王国长驱直入。最后，王室出动了2头兵过桥下，让苍兰王国退。那是林海境之上的存在，天风王国也没有多少人。这些年啊，白鹿又给我添了2个儿子，大儿子名为江浩，小儿子名为江平安，女儿江明月，大儿子江浩都成亲了，小儿子江平安则去浪迹江湖当了个游侠。听闻我被贬，大家都发来了问候。对于凌云五府，我很感激，没有凌云五府，我根本走不到这一步。结婚？狗屁！这小子一定在骗我。60岁的糟老头子还诱拐人家小姑娘，这功法破译了一半，修炼到灵海境没问题。这辈子能不能修炼到灵海境，就看你小子的造化了。老规矩，把这些东西送到李家去。这座城市囚笼，我已经离不开这里了。前些时日，林帅的心腹密谋造反，结果无一例外全部被谋杀。将军，昨天苍兰王国又重振旗鼓，入侵天风王国。哼，不知道上面那些人脑子在想些什么，这他妈跟狗皮膏药一样，还没休养多久呢，就又来打一场，天天一和一和，你妈的是和平哥呀！哼！天风王国军队节节败退，大量的领土落入苍兰王国的手上。再这样下去，将军，有一句话，小的不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不知道该讲不该讲，那就别讲。将军，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们投靠苍兰王国吧，以将军的才能，在那里定然能够得到重用。江大人、古大人、韩大人，他们都死了，我怕将军步他们的后尘。傻小子，也不怕隔墙有耳被他人听了去。我知道将军小心谨慎，不会让他人轻易接近。男儿在世，不建立一番功绩，轰轰烈烈，岂不是枉来这一趟人间？行了，你小子先回去休息吧。将军没有发怒，岂不是认同了我？天风王国有太多亲人朋友，你知我心思，我却无法做那揭竿而起的枭雄。一旦反了，和我亲近的人全都得死。把他送去天风王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再让他回到军营，否则军法伺候。报！将军，南边传来线报，轩辕军全军覆没。这他妈是和玄甲军齐名的军团，苍兰王国的大军长驱直入，岂不是马上要打到我这里来？在这闹呢，100万大军3个月没了，真他妈逆天操作，猪队友！上面还说正在调动援军，希望这能守上1个月，收你马呢！有一个年老体衰的林海境，除此之外，最强者就是我这个灵文9重天。通灵宫有秘法能短期突破灵海境，就是活不长而已。原本再给我20年突破灵海境稳稳的，完全不需要如此极端。现在无所谓了，左右都是死，不如突破灵海境多砍几个人，这可是下辈子的祭典呢。
将军还有多久才能突破灵海境啊？没想到我也有成为救世主的一天。将军，幸好你及时出关，否则我们……是啊，老城主最后拼死敌军一位灵海大将，重创一位灵海大将，当真勇猛。可惜连个碎肉渣子都没有留下，只能拾取旧物，立个简单的衣冠冢。若是我早些突破，会不会你就不用死了？援军还有20天到，我一定要撑到20天。来了来了，我的逆命点来了！诸位将士，敌人已经包围我们，想想自己的妻子儿女，想想自己的父母。苍蓝王国将士凶残，攻下城池后定然会屠城，到时候城池内男女老幼统统都得死。江辰老儿，有本事躲在城里当缩头乌龟，有本事出来呀！你乱蛋的老怂货，庙康的狗啊都比你有种！老夫现在就去宰了这个龟孙儿！你小心闪了腰！大将军别冲动。你们说的对，眼下不能硬碰硬，必须智取，才能体现我们天风国大军的。谁他妈打我脸？到底是谁打我脸？好强，不愧是将军，脸面之争何其壮观！下辈子，老子要把你们的脸打烂！江辰，你这个混蛋，你不能死！是援军到了吗？江辰，江辰！南宫盟为何孤身一人杀入敌军？天蓝宗是干什么吃的？李清月死哪里去了？居然让这个混蛋乱来！第二是，你少年天才，早早成名，并且报得前世血仇，解开了心结，在天风王国留下你的故事。你心中唯一的遗憾是年少时走得太快，没有太过于细心观察周边的人。评价：白色9星，逆命点90。呸！狗屁！我年少时能有什么遗憾？这90点逆命点奖励倒是不错。上一世30逆命点就取得那样的成绩，下一世90逆命点，那不是王炸开局？资质很重要，那就加点40。悟性也重要，加点30。前世通灵功破解到一半，虽然翻译了，但涉及到灵海以上的层次，完全看不懂。就连灵海境也很模糊，最后剩下20点逆命点，要不加点到家世？毕竟家世也很重要，家世代表修行资源，代表着我最终能走到什么地步。9岁小屁孩，这次比前世整整早了8年。这一世我姓风尘，这名字寓意不太好啊。
天风王国的王姓可不就是信风吗？居然投胎到天风王国的王室血脉，晦气啊！我他妈的还想找天风王国报仇，这下好了，我给自己9族消消乐吧。不对，这天风王国居然还没亡国，苍兰大军明明势不可挡才对。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九弟，你这是要去哪里啊？风子安也是那不靠谱侯爵父亲的子嗣，如今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排行老3。去一趟藏书阁，找一门武技修炼修炼。九弟需要修炼武技，让下人去取来修炼就是。何故亲自去一趟？嘿嘿嘿，九弟，这些可都是为兄珍藏多年的好东西，修炼那武技有什么好的？岂有探讨人生真谛美妙？我还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你让我看这些粗俗之物，多谢三哥，这些礼物九弟就收下了。九弟喜欢，那么三哥就多为九弟搜寻一些人生真谛的话本。他妈的，老子就说这副身体为什么还只是启灵3重的修为？原主5岁开始修炼，这个时间段至少是启灵6、7重。世子之争，恐怖如斯啊！九公子一向不太喜欢来藏书阁，这是开窍了。藏书阁老头的实力居然达到了灵海境，前世我费尽千辛万苦才达到这个境界，现在一个藏书阁长老居然都有这样的境界。难不成我前世这么拉垮呀？侯府的藏书阁居然没有半点记录啊！九公子是否需要老夫帮忙？要是让人知晓我在找江辰的事迹，恐怕会平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现在得不到前世的消息，当年的事情就无从知晓。哎呀，前辈，我无意间听说江辰的事迹，刚好我们2人的名字都带着辰，就想多了解一些。九公子，那江辰充其量不过是和九公子重复了一个字儿，怎么能和九公子你相比呀？那江辰罔顾军令，导致丢掉边关，害得苍兰大军长驱直入。若不是玉帅当机立断，趁机歼灭苍兰大军的主力，恐怕我天风王国危矣。唉，可惜了天蓝宗的那位天之娇女南宫梦，冲入大军之中，险些犯了玉帅的好事，最后和那江辰一起死在了苍兰大军的围攻之下。我罔顾军令，玉正德歼灭敌军成了英雄，南宫梦死了，他怎么会死？援军不是到了吗？九公子，你没事吧？原来还有这一桩事儿。九公子真是个奇奇怪怪的人，好好的修行天赋不修炼，反倒天天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江辰的家人呢？他们最后的下场是怎样的？那江辰险些让我封氏的统治覆灭，王上又岂能放过他们？九公子放心，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凡是动摇我封氏统治的，都不会有着好下场。多谢长老解惑。一辈子的战战兢兢，还不如朝堂之上的3言2语。于正德，你好狠的心啊！一开始援军都是假的，这都是你布置的陷阱。你不仅把我和一个城池的人当作诱饵，更是吞了我的军功，将我描绘成一个罔顾军令的恶人，差点导致天风王国覆灭的罪人。封氏与正德。唉，我只是想让九弟有个快乐的童年，应该没有得罪过九弟。哦，这就是金海侯，天风王国10大强者之一，灵魄6重天的存在，封侯级强者。
简直和仙人无异哎！若是前世的我在灵魄境面前，恐怕会被一眼瞪死。听闻到了灵魄境界，修炼的就是神魄之力，和灵魄之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天风王国几次大厦将倾，都是这些灵魄境强者出手力挽狂澜的。不错，居然这么快就修炼到了巨灵境，不过3个月的时间。这份修炼资质，在我天风王国的记载中只出现过1次。早知道，早点将这孩子带到身边来修炼。这孩子简直是这一脉的祥瑞啊！白白让这孩子糟蹋了4年的天赋。若是这4年天赋没有糟蹋，恐怕会直接打破天风王国所有的修炼记录。多谢金海爷爷夸赞。不过，静海爷爷，天风王国记载的第一天才是谁啊？那是一个神话。相传我天风王国的建立，就是和那位有关系。我封氏太祖和那神话般的男子交好，帮助太祖一同推翻前朝统治，建立天风王国。就连太祖曾经也说过，他远远不如那位的修为。他见到那位，如同池中鱼见到广阔的天空。那位大人如今还在我天风王国潜修？自从那位神话帮太祖建立天风王国后，就孤身一人前往更加广阔的天地，就此了无音讯。这样的大 boss 居然不在天风王国，天助我也！你这小家伙，莫非还想要打那位神话的主意？是嫌老夫修为还不够教导你不成？静海侯爷爷在陈二心目中可是天风王国第一强者，是我天风王国的顶梁柱，是最伟大的人，是我封氏的第一勇士。还是你小子油嘴滑舌，老夫可没有你说的这么好。那帮助太祖建立王国神话般的男子到底是什么人啊？那神话般的男子啊，他就叫神话。李神话是那李家的神字曲。小侯爷，天风五府到了。那就是小侯爷吗？可不是嘛，小侯爷可是我们天风王国的第一天才。小侯爷刚才看我了。天风五府作为天风王国的第一五府，底蕴不言而喻，其开创者和静海侯一样，都是天风王国10大强者之一，有资格在这里学习的，无一例外，体内都流淌着天风王国那些小侯爷，风红羽公子送来请帖，想请您参加宴会。光是请帖上特殊的金属纹烙就价值万金，不愧是年仅17岁。看来小侯爷对那个宴会有兴趣。那静海侯当真是关心我，身边居然还派来数个灵海境高手日夜守候，这样根本脱不开身子去前世的故地看一看呢。此次参加风红羽的宴会，正好借此机会看一看天风王国最为顶尖的女帝辈有没有能对我产生威胁的，亦或者完成大业能够拉拢的，顺带看看有没有故人之子。头头的小侯爷，静海侯府小侯爷到。徒弟，父王天天都在念叨你，将你描绘成神仙中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记者的欣赏，多谢王上和殿下厚爱。一辈子居然最后还生了一个儿子，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上天赐予？要是让其最为宝贵的儿子死在他的面前，会是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一时还花费了那么多的秘密，游戏才刚刚开始，总得先磨磨刀。接下来的3年里，我修炼到了灵文7重，结识了众多天才与前辈，同时也越发被兄长甚至父亲敬爱。
原来是淮安啊！风淮安，我这一世的未婚妻。风尘哥哥，明天就要参加武道大比了，这些东西一定对风尘哥哥有用，你可都要带上，有备无患。这丫头怕不是淘来了小半个国库啊！就算没有这些物品，我也依旧是天风王国第一天才。你一口气从王宫中顺走这么多物品，若是被你父王发现，后果恐怕很严重啊！父王他那么心疼我，肯定不会责罚我。风尘哥哥，这些东西都是淮安送给你的，你不能不收下。我如此算计一个小丫头，若是她知道真相，怕是会心中恨极了我。还有谁想讨教啊？还有谁？我已突破至灵文境9重，是时候去天蓝宗走走了。不知小侯爷来我天蓝宗有何贵干？我想在天蓝宗修行半年，这是我的诚意，还请杨宗主批准。既然是小侯爷要求，那定然是可以的。不过，杨前辈放心。我不会觊觎贵宗的核心功法，也不会前往禁地。小侯爷慧眼，我们天蓝宗的长老都可辅助您修行，尤其是李清月长老。是吗？苏晨，如今你我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可是天蓝宗的弟子。你知道天蓝宗是什么地方吗？原来已经过去了快200年。这少年的目光似曾相识啊！小侯爷似乎认识老山。虽未曾见过李老前辈，但是常听李老前辈的事迹。老山哪有什么事迹呀？怕都是一些旧人旧事，被人编撰出来，供他人取乐罢了。李老前辈当初为何要前去退婚啊？唉，既然小侯爷对于我的故事这么感兴趣，那么我就为小侯爷讲一讲这陈年旧事。这一切的悲剧都源于我年轻时想法太过于幼稚。当年和我定下婚姻的未婚夫只是一个小家族的族长之子，倒是和小侯爷一样带着一个臣子，但是远远没有小侯爷那么优秀。当时我被师尊看中，有望踏入更高的修行境界。当时年少心高，自认为天下群英无数，我李清月怎可在一小家族内相夫教子？我李清月虽是女子之身，亦有着会一会这天下群英之志。李老前辈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去退婚？是也不是，若他是我夫，我李清月也认。可他不能是我未婚夫。从小父亲、母亲和族人都告诉我，
我是要嫁入他的家族，和他结为夫妻。但是我生来讨厌自己的命运，被他人摆布。没想到李清月当初退婚居然是这个原因。小侯爷很惊讶是吧？那些话本中都传言我是个为了前途抛弃未婚夫的人。唉，我也确实这么做了。小侯爷若是这么想，也没有问题。李老前辈一生未嫁，可曾后悔当初退婚的决定啊？后悔，也许吧。有些时候，我的确在想着，当初若是没有退婚，会不会有着不一样的人生？修行之路太寂寞，我也曾遇到过许多的天才，只是都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感觉。若是当初没有退婚，他是不是也不会被仇家所杀，落得个满门被灭的下场？小侯爷，还有什么问题？多谢李老前辈解惑，改变了我对您的印象。世人的印象，那是世人的印象。我只想做好自己，又为何要考虑世人的印象啊？作为谢礼，我以静海侯府的名义起誓，定然会为前辈带回南宫梦的尸体，回到天蓝宗。小侯爷，还请小侯爷保重。李老前辈，你也是。苏晨，我现在的样子应该很可笑吧？你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200年，也许我的做法真的错了吧？你却也未曾来过天蓝宗，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并非你我能够左右的。李清月长老现世了，走，快去大殿。看来我要在这里多待些时日了，看看是否能够突破到灵海境。灵海境，此刻我已是天风国最年轻的灵海境武者。前世走到这一步，我花了70年，今生才18年。是时候回侯府了。15年灵海境，好胆子！你们是什么人？居然敢打小侯爷的主意，就不怕靖海侯怪罪下来，连累亲人？既然我们敢来劫杀小侯爷，那么自然不怕。别跟他们废话，立刻动手，免得迟早生变。小侯爷，你快逃！我为你拖住他们！该死，怎么会这么快突破灵海境？小侯爷，听说坊间再也无法侍奉你了，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不管是谁，我苏晨记下了。对，绝对不能让他逃回靖海侯府。奶奶的以多欺少，不讲武德，老子有话谁要跟你们鱼死网破呀？祖爷爷救命啊！我是风尘。好胆子，居然敢对陈儿出手！老夫上天入地，翻遍整个天风王国，也非让你们这帮歹徒付出代价。靖海侯，
这时，晨儿，不管是谁要害你，祖爷爷定然会为你讨回公道。15位灵海境强者，前世被大军包围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灵海境修士。看来我这一事太过招摇，令诸多势力忌惮。晨儿醒了，多谢祖爷爷救命。要不是祖爷爷及时赶到，恐怕徒孙早已经死了。晨儿，你放心，有老夫在静海侯府中，你是绝对安全的，不会有人在静海侯府中谋害你。那些追杀你的人，背后的势力，老夫已经在调查了。不管他是何等人也，老夫也会让他付出代价的。祖爷爷，现在有了线索了吗？不管老夫如何调查，所有的线索都被一只大手无形抹除。不过，老夫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了苍蓝王国的密探玉牌。他妈的，又是苍蓝王国！祖爷爷有没有怀疑过一种可能？这一切是有人故意将线索引导到苍蓝王国的身上。继续说下去。祖爷爷认为，我若是成长起来，对于谁的威胁最大？你应该知晓此事非同小可。对于我静海侯府而言，一些事情也许会是灭顶之灾，哪怕是胡乱猜测。孙儿自然知晓，但是保护我的封顶爷爷就这么死了，他也是孙儿的亲人，这一口气，孙儿咽不下。你可有着什么证据？证据，孙儿没有。但是在王国内有着这么大能量的，除了那一位还能有谁？祖爷爷心中不也是早有猜测？还请祖爷爷替孙儿做主，封顶爷爷不能白白死去。这才是我静海侯的后代。孙儿放心，封顶的死，老夫定然会为他做主。颤抖吧，苍蓝王国的龟儿子们！外面那群蠢货，要不是流淌着老夫的血液，老夫早就毙掉他们了。一群窝囊饭桶！没想到这个祖爷爷完全不需要我的挑拨，早就怀疑到申公的那位了。刚才的一切是一个考验。你可是好奇老夫知晓幕后真凶是谁，却始终不曾前去讨个说法。就算老夫闯入深宫讨要说法，找到主脉，也最多是死几个无关紧要的人。老夫的孙儿差点就死了，自然不可能只是死去几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么简单。老夫要让那位付出滴血的代价，让他知晓感动老夫的孙儿是否承担得起后果。祖爷爷想如何去做？那当然是血流成河。想要血流成河，就要战争。老夫要天风王国和苍蓝王国开战，然后，孙儿，你喜欢哪支军团，哪支军团就当做祖爷爷送给你的礼物。静海侯所指的军团是当今王上手上的4大军团，静海侯居然要将其中的一支军团送给我。当今4大军团分别是玄甲军、玄渊军、玄武军、玄灵军。前世虽然没了2大军团，但是那位王上在短时间内又将2大军团重组，其中玄武军的统帅就是玉正德。爷爷，我想要玄武军。本侯到时候会让玉正德做出错误的决定，只需要孙儿你顺手接管他的兵权，在玄武军安排我静海侯府的人就行了。静海侯招来一位灵魂境心腹守护小侯爷，自己孤身一人来到王都，举世皆惊。静海侯大发雷霆啊，整个王国内人心惶惶，生怕和刺杀小侯爷这件事牵扯到丝毫关联。自从静海侯入王都没有多久，
一条消息从这皇都内部传出：苍兰王国刺杀靖海侯府小侯爷，险些让天风王国少了一位无上天才。眼下玄武军统帅的玉正德率领着玄武军，是要将那苍兰王国夷为平地。看看你这个老家伙，都将娃弄哭了。报，侯爷，有大事。说，怎么回事？侯爷，王上要让元帅率领玄武军讨伐苍兰王国，是靖海侯府的小侯爷遭遇到苍兰王国护卫的刺杀，为此靖海侯大发雷霆，亲自前往了王都。之后，王上答应了靖海侯的要求，让元帅不惜一切代价出兵为靖海侯府的小侯爷讨一个公道。唉，王上到底怎么想的？一声不吭，直接和苍兰王国开战。你懂什么？那靖海侯府的小侯爷现在是被封氏誉为必将开国太祖的天才，未来说不准还能突破通玄境，成为新的王者。这种天才被刺杀，不仅仅靖海侯府愤怒，封氏那些老家伙恐怕同样愤怒无比。出兵讨伐苍兰王国，要个说法最合适不过。为什么王上要派你去啊？王上心中明明开始忌惮你了。你懂什么？这叫重视，分明是王上重视我，好不好？我玄武侯府连一个灵魄境都没有，又有什么资格让王上忌惮？我还打算让天禄和我一起出征，去战场上磨练磨练，未来好方便接过玄武侯府。你呀，就是老了，总爱胡思乱想。就算王上真打算对我出手，我又怎么反抗？我这一生注定为王上效力，哪怕是死也心甘情愿。小侯爷，我见过您，当初在43王子的宴会上。看来这小侯爷是一心想要复仇。若是老夫能够帮他出一口恶气，让他欠下人情，未来我玉家定然还能再昌盛个数百年。御天路，顺手就行了。混账！小侯爷，求求你救救天禄，他是老夫唯一的孩子，老夫不能看着他死啊！我理解玄武侯的感受，但是我知道，这战争又岂能儿戏？我天风王国已经死伤无数将士，若是如此轻易撤退，又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将士？这一场战争又岂能因为一个人的生死而决定？玉帅，请回吧。小侯爷，老夫知道了。一个没有灵魄境坐镇的世，注定只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儿。我封氏让他生，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侯爷；我封氏让他死，他就是砧板上的鱼。救我！我不想死！玉正德，只要你退军，我们就将你的宝贝儿子还给你。天禄，儿啊，不是爹不想要救你，而是爹不能救，也不敢救。杀！算你狠！不！我
儿啊！还请玉帅节哀。玉正德，我倒要看看你的爪子有多锋利。多谢小侯爷体恤。无趣，不过这种游戏还能多玩上一会儿，说不定会有额外的惊喜。方辰，王上他要借此机会除掉风尘这个小侯爷。风尘，你见死不救，害我儿惨死，如今王上要你死，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哼，果然不出老侯爷所料，这位王上还真是不死心呢。这他妈还不死心？天风王那个死胖子，看起来笑眯眯的，感情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到底是那位王上太蠢，还是有意为之？紫殿侯，没想到苍蓝王国居然会将你带了过来。哇，中了请君入瓮之计了。保护小侯爷！是你，惊鸿枪主，你居然还没有死去！一枪惊鸿，曾经惊艳了无数个时代，纵横周边诸国，已经过去了500年了。许多人都以为惊鸿枪主早已死去，这可是灵魄无穷的强者。该死的玉正德，你害惨我也！这就是你口中的普通灵魄境，平平无奇的老者，这可是放在苍蓝王国也能排前10的强者。听紫殿侯这话，是玉帅想要勾结苍蓝王国谋害小侯爷？玉帅这是叛国吗？别说了，脑袋不想要了你。说是苏晨这个小侯爷死了，我就能够顺势退兵。别追了，都是玉正德支持我的。完了！玉正德，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勾结苍蓝王国的人谋害小侯爷！小侯爷，这不是我做的，这真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勾结苍蓝王国谋害您，这一定是苍蓝王国的离间之计。将他压下去。小侯爷，老朽已经将人处理。这位真是个猛人，恐怕侯府内除了我那位祖爷爷，天风王国10大奖者之一，就属于眼前这个灰袍老人实力最强。现在站在这里的都是自己人。玄武军主帅勾结苍蓝王国，想要谋害静海侯府的小侯爷，那可是天风王国的第一天才，险些让小侯爷身死，葬送了100万玄武军，最后被小侯爷识破，力挽狂澜，还逼迫苍蓝王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大获全胜。天道好个轮回！风尘哥哥，你在看什么？啊，没什么，不过是看到一些场景，让我想起来一些往事。淮安，明年我就迎娶你，好不好？风尘哥哥，你可不要食言。我定然不会食言。哼，临海2重突破了。拜见家主。
这李命啊，这么多年也就只有他还能记得那个叫做江辰的人吧。你们放心，很快我就会让风氏一族付出代价。辰儿，这是一门货真价实的王级功法，是一位名叫通灵王的强者留下来的功法，一定不能泄露出去。除了你我二人，任何人都不能知晓该功法的存在，否则我靖海侯府将会迎来灭顶之灾。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可其中也蕴含着我一生追求不得的武道奥秘。祖爷爷先去闭关吧，说不定祖爷爷能够在通灵宫上找到更进一步的契机。一堆废物里，总算是出了条真龙了。唉，想要对主脉出手，还得看靖海侯是否能够参悟通灵宫。若是能够更进一步，干翻主脉的把握也就大一分。至于靖海侯会不会帮助我对付主脉，这自然是肯定的。是人都有欲望，而我还需要一个契机。好父亲，好哥哥，还有好王上，这个契机还得麻烦你们了。我已经等不了多久了，要是再过上几十年，也许我这个假天才就要露馅了。淮安，你想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这个国家最尊贵的人啊？我只想我们一家现在就这么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说是你的父王忌惮我，想要杀了我呢？这不可能，父皇他怎么可能想要杀了你？你可是父皇的冠军侯。那家伙神神秘秘，一定有着惊天秘密。一个杂种也想要抢夺我的侯位，这一次的天罗地网，看你如何活下来！走！走，快走！是谁？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袭击我夫君？说是你的父王忌惮我，想要杀了我呢。你是我父王派来的人。淮安公主，你千不该万不该问出这句话。难不成我就要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死在面前，然后昏迷，意外活下来，让我的孩子一无所知的继承靖海侯府，然后看着靖海侯府一点一点被蚕食殆尽？嘿嘿，目的达到了。吴江主，是你。还好老侯爷担心辰儿的安危，派出老夫在身后暗中跟随。没想到你们居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三番两次要置辰儿于死地，甚至歹毒到连亲生儿子也想要杀死。金虎枪术又突破了！杀！今天无论如何，风尘都必须死！
夫君，我想要让我们的孩儿成为这个王国最尊贵的人。哼，时机就要到了。他妈的！老夫这就带兵杀入王都！我靖海侯府数百年，还从未遭受过如此耻辱。祖爷爷，此事万万不能冲动。老夫只是看着自己的徒孙被刺杀，有些生气，但不代表完全失去理智。晨儿，你有着什么看法？祖爷爷，经过此事，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刺杀会不会还有着第3次、第4次、第5次？但凡是旁系出了天才，都要提心吊胆被刺杀。为什么这主脉不能是我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晨儿，你说的没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封天行能做得了主脉，我封靖海又何尝做不得主脉的位置？有了通灵功，我靖海一脉不比他天行一脉差。更别说还有晨儿你这样的天纵之徒，就算是封氏里面那些老家伙，也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祖爷爷，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广筑墙、多积粮、缓称王。等到祖爷爷突破半步通玄之日，就是我靖海一脉成为主脉之日。杀！臣弟，我真的没有参与谋害你，你要相信我。我相信子安哥没有这个胆子，但是子安哥，你的娘亲可是重金求了2次领海郡的杀手，参与了此事。平丹，不过是随手捏造的。现在靖海侯府的直系血脉仅我一人，若我成王，我这一脉就是唯一的王；若我失败，封氏又少了一脉。唉，可惜啊，这副身体的潜力已经彻底燃尽了。唉，若不是这些年一直靠着灵药撑着，可能早就露馅了。哪怕突破灵魄境，也最多还能活个5、6年。这20年来，那位王上所作所为越来越过分，开始削弱我们这些旁系，所能够使用的武道资源越来越少，也有着越来越多的旁系子弟被迫害，其他的几个侯府也苦不堪言。眼下我已经没有时间等待靖海侯突破了，再熬一熬，没等靖海侯突破半步通玄，我就要先一步入土了。哎呀，干不死天风王国，也要干残天风王国，让来世收尾。有淮安出面，此事很快就凑成。淮安，你说这天下会怎么看待我？夫君若是功成，那就是中兴之祖；夫君若是失败，淮安也会随着夫君一同踏入九幽之下，又何必担心这天下人如何看待？成王败寇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在淮安心中，夫君永远都是王。对不起。皇上，我刚刚得到消息，靖海侯、墨渊侯、玄冰侯8大侯爷已经兵临城下了，欲要欲要杀了寡人，然后取而代之是吧？本王当初就应当在王都的时候孤注一掷弄死这个小子，要不是主脉的那些老家伙担保着，本王岂能让这个祸害活到现在？主脉那些家伙想要将风尘收为己用，成为太祖那样的人物，为我封氏护道，焉能知晓那风尘就是个狼子野心之辈，想要颠覆我封氏的主脉，甚至是要本王的脑袋。本王原本只想要悄悄弄死风尘，没想到3番2次让他捡回一条命。不过，若是他以为这么轻易就能够推翻我主脉的话，未免太过于异想天开。
少是灵魄境9重巅峰的强者。王都之中果然藏着老怪物。接下来就麻烦祖爷爷了。靖海侯已经无限接近通玄境了。就凭你们也想取代朕？清君侧，靖国难，这是将朕当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昏君。天风王悄无声息之间，居然修炼到了半步通玄境。还好靖海侯也是半步通玄境。风雨，就算你隐藏修为又如何？今天本侯就要为此而讨要一个说法。上！风禅，只要你撤退，我可以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有人暗自对你出手。他妈的都造反了，还举手投降，这不是找死？不愧是灵魄境的高手，果然不容小觑。就凭你也敢冒犯家主？口才，拿命来！这是这是风氏的先祖风天行，他还没有死。明明只差最后一步，通玄境明明最多只能活800载，现在从天风王国建国开始，已经过去了快1000年了。这个老家伙活了1000多年。神儿，你快逃！豪狠的心，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操！风氏老祖居然还吊着一口气，恐怕风氏老祖在通玄境中也是强者，明明只差一点儿就能够颠覆风氏王国。若是成功取代风氏主脉，也许评价还能上一个层次。青色等级1颗星就相差100秘命点，可惜杀出来一个还没死透的老祖，玄幻世界到处都是危机啊！第4式，开启。看来这一世的身份丝毫不比我上一世要差呀。这一世我叫做李晨，是太原李家家主的第2个儿子。我操！李家内李神话还留下了一门功法，风氏太祖可是亲口承认，李神话比起他要强大得多。而风氏太祖的修为是比他还要强大，还要妖孽的李神话，
会是什么境界？这一世觉醒记忆是在13岁，13岁距临9重，前世燃烧寿元修炼，假天才变成了真天才。上一世我将封氏几乎一网打尽，逼得封氏太祖拼着最后一丝寿元复苏。李家推测，那老家伙应该是彻底死了。已经过去了30年，天风王国虽然还没覆灭，但也名存实亡了。天风王在和靖海侯一战中身受重伤，为了巩固封氏的地位，只能联姻。现在的天风王国实际上被4大集团所掌控，以太原李家为首的李氏集团，以成平孔家为首的孔氏集团，以灵武殿为首的宗门集团，还有以万宝商会为首的商会集团。4大集团画地为王，掌控着天风王国的命脉。前世我让封氏一族遭受重创，再也没有了傲视天下的实力，乱世将起。李晨少爷，族老让您去灵文殿挑选灵文。李家积攒的高品质灵文不知凡几，传说其中还有李神话留下来的金色品质灵文，可惜未曾有人获得过，就连紫色品质的灵文也几百年没人得到了。前世我所用也不过是蓝色品质的罢了。李晨，就算你再出色，父亲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这一世，我母亲只是一个小宗门的宗主之女，没有强硬的后台，并不受待见，甚至常常受到欺压。直到展露天赋，赢得了一些族老的看好，日子这才好转。不过，也因此引来了那些兄弟们的敌视。我得到的可是稀有蓝色品质灵文奔雷马，你的修为领先只是暂时的，我很快就能够超越你。奔雷马，稀有灵文，不仅仅能够爆发惊人的速度，还能够使用小型雷电攻击他人，无疑是非常实用的灵文。不过，一个巨灵2重也敢挑衅我这个巨灵9重，哎呀，真是不忍心打破他的白日梦。从妖兽身上剥夺下来的灵文，天赋越出众，越能够引起共鸣，共鸣次数越多，得到珍贵灵文的概率也就越大。李家的底蕴当真深厚，只要我愿意，随手一抓就是稀有的蓝色品质灵文。但这一世，以我的天赋，蓝色品质可不够。这枚紫色灵文出自妖兽千臂蜘蛛，这种妖兽在天风王国近乎绝迹，融合之后，我就能变成蜘蛛侠 Plus、Pro、Pro Max 了。算了，我还不想变成老毒物。熔浆爆源，这种妖兽浑身流淌着熊熊岩浆，融合后不仅仅力大无穷，还能操控火焰。不过，融合后脾气会变得非常暴躁。啊，看来以我的资质，是演不出来传说中的金色品质灵文了。不过，那毕竟只是传说，是真是假都未可知。霜华冰封的灵文，这种妖兽具有上古凤凰血脉，所过之地都会被寒霜覆盖，吐出的寒气能够瞬间将山川河流冻结，吸收之后能够动用极致的冰系力量，还能够召唤冰冻的翅膀，增加飞行速度。上古凤凰血脉还能令我更加长寿。等我吸收灵文，他李晨算个叉叉，天才又如何？最后还不是得给我舔鞋？李晨，你得到了什么灵文？还不赶快拿出来看看！我李氏居然有紫色品质的灵文。灵文殿里的紫品灵文不仅有，还很多。只是李神话可能怎么都没有想到，李氏一族自从他这位妖孽出世之后，直接断崖式拉垮，一个能够引起紫色品质灵文共鸣的天才都没有。啊！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拿到紫色品质的灵文？我李家根本就没有紫色品质的灵文。三公子休得胡说，这紫色灵文是神话老祖留下的。那为什么他有着紫色品质的灵文，我没有紫色品质的灵文？这一定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偏心。李晨，这紫色品质的灵文是我的，我
命令你赶紧给我！听到没有？我让你给我！李晨，你放开我！李晨，你欺负我，我要告诉父亲，我要让父亲教训你。父亲，父亲，我想要李晨哥哥手上的灵纹，你一定要让李晨哥哥将灵纹给我。闭嘴！还不快将文轩带下去！留在这里丢人现眼。看来这一世的父亲不是个蠢货，懂得明辨是非。若真是蠢货，也不可能成为李家的家主。紫色品质的灵纹，晨儿，你的天赋很不错，是我李氏数百年之最。接下来，我会为你安排老师，让你在族内潜心修炼。二公子，二夫人，您还有什么需要？如今我已经到了灵海境3重。30多年前祸乱天下的风尘，燃烧寿元的速度都没有我李氏一族的麒麟子快，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列位长老，我想更进一步，不知可否观看老祖留下来的功法？二公子天资卓越，假以时日，我能修炼那传说中的功法。这一门功法扑面而来就是逼格满满，金黄色的字迹尽显尊贵。操！李神话留下的功法什么鬼啊？这种级别的功法也不考虑后人有没有这个资质领悟。和这门功法相比，王级功法通灵功显得就像是大陆货色。这门功法叫做黄级惊世功。几百年过去了，终于有第二个叫出这个功法名字的人出现了。神话老祖说过，只要能够看到功法名字的人，都具备能够修炼这门功法的悟性。二公子不愧是我李氏这几百年来的气运所中啊！我李氏一族注定会再出一个王者。这一门功法想要领悟，不知道要何年何月何日，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继续耗下去。不如将通灵功冒充惊世黄级功修炼，反正李家也没有人见过惊世黄级功，通灵功怎么说也都是王级功法，况且这一世无需燃烧寿元修炼。二公子成功领悟黄级惊世功，这不可能！他一个贱婢所生的孩子，怎么可能领悟我李氏一族数百年都没有人领悟的功法？这绝对是假的！一定是李晨在蒙骗家族内的诸多长老。元法，你放心，你的弟弟不会和你抢夺世子之位，这个位置只会是你的。父亲，可是想到了什么对策？哈哈哈！轩辕圣宗举办百国大比，在百国大比胜出的，将有资格前往轩辕圣宗修炼。你那弟弟天赋冠绝天风王国，就算是放到皇朝之中，也称得上天才，拜入轩辕圣宗不难。轩辕圣宗是掌握数百个王朝、数个皇朝的庞然大物，相传其是一位圣者所创建的势力。圣者，那可是传说中的传说，一念改天换地、抬手摘星拿月的恐怖存在，是真正有着通天彻地之能的至强者。李晨的天赋有望通玄王者，放在轩辕圣宗也不是大白菜。李晨拜入轩辕圣宗后，将不会再和我争夺世子之位。真龙怎么会困于浅水？李晨能进入更高的层次，谈不上的世子之位轮到我，如同被摒弃的垃圾，倒却欣喜若狂。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有着能人无数。李晨的天赋再高，也更为宽广的天地之间，只是普通的一员，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李命，
帮本公子调查李命这200年来经历的事情。是。我第2世死后，李命10年内突破到了灵海境，执掌凌云城的李家从一个不起眼的分支迅速壮大。而我将封氏主脉支脉坑死后，李命借机创建的李氏商会迅速壮大，成为李氏集团有数的富商。可惜啊，人富裕了就遭遇到贼人惦记。李命最宠爱的后代被12天煞抓住，要李命带着1000万金币去赎人。李命只能求助主脉李元法，晾着李命，想要李命将最宠爱的曾孙女嫁给他。李命不同意，李元法便发话后，李氏上下就再没有人愿意帮这个忙。也罢，就让我这个做爹爹的再帮帮你这个狗儿子。有劳您将李命带过来。二公子守候。李氏二公子要求见我，我又不认识李氏二公子。据说这二公子是李氏集团内几百年未出的奇才。这个和我曾孙子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修为居然让我看不出深浅。李氏传闻果然名不虚传。李命，我可以帮助你解决12大煞。不知道二公子需要我做什么呀？这老家伙是害怕我对他的曾孙女图谋不轨？我是这种人吗？12大煞难以铲除，只是行踪捉摸不定，让他们犯下了不少大案。有着许多大小势力都被12大煞祸害过，敢怒不敢言。我只需要李老配合我铲除12大煞，仅此而已。没了，我都准备被大宰一顿了，可居然什么都不要。怎么，李老怀疑我别有用心？眼前之人是比李元法在李氏集团内更为尊贵的存在。毫不夸张地说，二公子碾死他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随便找个罪名，也不会有任何人为他出声。这样的人，怎么会对于他别有异心呢？定然是二公子想要12大煞的人头，布一场弥天大局呀！这老小子看来这些年过得也是如履薄冰，养成了胆小如鼠的性格，日后还得劳烦李老多多配合。来人，送客。李氏的麒麟儿就是有特权啊！小陈子，你来到祖地，有什么事需要麻烦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瞒不过洪文爷爷。实不相瞒，徒孙有着一件事，想要拜托您老出手。就是因为老夫最先开口，你小子就盯上了老夫。李家3祖灵魄8重的实力，放在当今时代，这样的强者明里暗里加在一起，2只手都能够数得过来。行了，你这个小家伙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难不成李将军那个不孝家主又偏袒私心？要不召开会议将李将军废掉，不走流程了，直接让小陈子当家主？事情是这样的，我想要洪文爷爷出手击杀12大煞。这儿可是有什么想法？12大煞为祸已久，名声极大。若是洪文爷爷出手铲除12大煞，可以让我李氏的名声深入天下人心，撑得住我李氏这艘大船一路前行。另外，李命对于我李氏集团忠心耿耿，若是此次置若不理，难免会让其他螃蟹寒心。我就是想要做一个榜样，给其余李氏螃蟹看到，只要忠心办事，我李氏主脉永远都是最为坚实的后盾。好，好，好，不愧是我李氏的麒麟子，我李氏又出真龙了。李老二，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李洪文，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可能在这儿才对。这12大煞纵横天风王国，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年，可就是这短短数十年所犯下的罪，罄竹难书，讲上3天3夜也讲不完。现在这12个恶人却被李家诛杀，太原李家收割了一大波名声，
那些支脉见到有这么个例子，对于主脉也更加忠诚，一时之间被推上风口浪尖。还有李晨这个李氏集团的天之骄子，众多强者开始投靠李晨。二公子，这位就是我的曾孙女。干，好你个林命！你去九泉之下对得起我吗？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想当我老太爷？李老不必多言，匡扶正义乃是我的本分。至于其他，本公子从未肖想。小妹子，叫怪只能怪你祖爷爷。太正了，二公子定非凡人，未来绝对是真龙。可惜啊，二公子不愿当我这曾孙女婿啊。玄元圣宗开始百国选拔，天赋出众者能够拜入玄元圣宗。在第3世的时候，我在复仇之余，也根据风氏留下来的典籍，初窥着浩瀚世界的一角。这个世界名为东荒，我猜想，这不是这个世界全部的名称，而是天风王国所在的区域，名叫东荒。东荒被那些圣地所主宰，诞生过圣境的势力，叫做圣地。圣境是无数武者毕生的向往。玄元圣地就是东荒的圣地之一，天风王国只是玄元圣地统治下不起眼的一个国度。所以，诸位长老希望我去参加百国试炼，看一看能不能进入玄元圣地。对对对呀、诸位族老深谋远虑，李晨定不负族老们期望。此次代表天风参加试炼的，还有风氏的风正奇、万宝商会的万妙儿、万元宝、承平孔氏的孔高玉、灵武殿宋无缺，以及一些天骄，共计10人。这些人无一例外不是天风王国最顶尖的天才。如果天风王国排一个天才榜，那么前10只能是我们10个。但是我对于这些人并不感兴趣，一个灵海境都没有，最高不过灵文7重。20岁之下灵文7重的确算是妖孽，不过我现在的修为可是灵海境7重。虽然我们的势力各自为战，但此次前往参加百国试炼，都代表着天风王国，这是天风王国最后的体面。百国试炼都需要前往一个叫做玄灵城的地方，玄灵城距离天风王国很远，就算是灵破境带我们赶路，也需要半年的时间。玄灵城这地方真是大得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平日里高不可攀的灵破境在这里几乎遍地都是，甚至还有一些极为恐怖的气息，那是真正的通玄境王者。那些王者的后代也都带过来，或参加考核，或开拓眼界，也有着一些和我年纪相仿的突破到了灵海境。程儿，你怎么看？天风王国实在是太小了。是啊，天风王国实在是太小了。求求李大哥，救救我姐姐！有什么事起来再说。今天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苍兰王国和墨蛮王国的人，他们语言侮辱姐姐，我气不过和他们动手。姐姐和于爷爷为了保护我，都被苍兰王国和墨蛮王国的人抓走了，还想要我们天风王国和他们进行天才战。天才战是玄灵城内设立的场所，一纸契约书，生死勿论。很显然，苍兰王国和墨蛮王国是有备而来，他们想要在百国试炼开启之前废掉天风王国的年轻一辈。苍兰王国、墨蛮王国都和天风王国有仇，也许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冲着我来的。只要你能杀了他，我们答应你的事情都会做到。这是请外援了？就说这两国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算计我？我会杀你。有意思。我有些好奇，像你这样的天才，为什么会被一些废物左右？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金币，他们愿意给我金币，我就帮他们做事。他们给了你多少金币啊？ 100万。100万金币，
我加10倍的价格，只要你砍了他们的头，我可以给你1000万金币。不是吧？这小子不讲武德！我现在退出，求二公子放过鄙人小命。坏了，碰上真土豪了。我爹告诉我，做人要有原则。李氏血血，一起剑指。怎么回事？这毒狼锥心刺骨，不能放弃，必须活下去。你为什么会放过我？因为我觉得你不应该死在这里。我叫做林武，李晨。我欠你一条命，若是你需要，这条命随时能取。这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也许会有着意外之喜。给你，我们走。走，快走，别回头！我救你们，亦是维护我们天风王国的脸面。两位无需多礼。百国试炼的地方是一处秘境，秘境之中有着机缘，也有着妖兽魔兽。夺取到机缘加分，斩杀妖兽魔兽加分，积分最高的一批才能拜入轩辕圣地。这就是通玄之上强者的手段吗？着实恐怖，非人哉。玄灵秘境是轩辕圣地招收弟子的手段，自然不会吝啬。其中有着许许多多外界难以找到的珍贵宝物，得到就是机缘，不论是否拜入轩辕圣地。这也是为何除了百国，还有众多势力参加试炼的缘故。啊，是一头不弱于灵海6、7重的异种。